原因畅游海洋的美人鱼，如今满身伤痕，沦为人类的玩具。1598年8月，江原道涉谷县暴雨如注，狂风骤起，赶忙收拾的渔民纷纷被吹倒在地，大树都被连根拔起，吹到空中飞过屋顶。风平浪静之后，渔民们高兴地在海滩捡鱼，如同农民逢上丰年。有些渔民发现洞里竟然有条美人鱼，将其捕获送给了本地一位有权势的老爷。这老爷想讨好新上任的县令，请他一起看美人鱼。县令叫金陵，长得俊美，身穿深色官袍，右手戴着嵌金绿玉手镯。他受邀来到老爷家，看见荷花池里渔网捆绑着双手的美人鱼，火把闪耀。只见人鱼长发披肩，肌肤柔嫩，嘴唇鲜红如花瓣，眼睛乌黑悲伤地注视着他，灵久久地盯着他看，一步步慢慢靠近他。他也抬头紧紧望着他。金陵知道了老爷想提炼人鱼油送上，觉得无法容忍，便说那老爷剥削百姓，灾难即将降临。老爷急忙要送人鱼给他求保护。夜晚，船上金陵目送人鱼游进海中，老爷心有不甘，暗自发誓要再次抓住美人鱼，还要解决那个在他地盘上胡来的县令。天上一轮圆月，洒下清辉，和海中泛起的月影交相辉映。金陵站船头，注视人鱼游回。人鱼从海里向船上的金陵伸出手，手一直伸着。金陵领会后，低下身握住了他的手。他们深情对望许久，光阴似箭，时光飞逝，瞬间来到现代的韩国。许俊宰是个高明的骗子，各种角色都能扮演自如。他善于快速反应和分析，几乎每次催眠行骗对象都成功，甚至敢骗到检察厅。趁检察厅的人外出时，他和同伙赵南斗装成检察厅的人。泰武在楼顶坐着，观察检察厅的动静，用电脑操控红绿灯，为他们争取时间。他们顺利从检察厅带走了明洞投资公司的老板，并赢得信任，拿到他的秘密资金，并把他的财富归为己有，然后飞往地中海度假。根据刚在飞机上认识的空姐介绍，这里有世界上最后的美人鱼，带着金环的绿玉人鱼，在这片海里游弋。遇到气旋被冲上岸后，他发现自己一上岸就长出了双腿，入水后双腿又变成了鱼尾。在潜水中游弋时，他遇见了许俊宰，后来他潜入他的别墅，饱餐一顿并偷穿了他的衣服，直到被许俊宰发现。这个只知道吃穿的怪女人让许俊宰非常困惑。警察带走人鱼时，他看到他腕上的绿玉镯，顿时来了兴趣。人鱼坐着警车穿越城市，对一切都新奇，不断发出兴奋的叫声。他奇怪的举动让人觉得他有精神病。知道那块有400年历史、价值60亿的玉，许俊宰丢下了正在约会的空姐，跑去拘押处找人鱼，用催眠术让警察释放了人鱼。他心急着想要玉，却发觉人鱼戒备心很强，于是借口买礼物赔罪，带人鱼去了商场。人鱼不会坐电梯，赤脚被严重割伤，许俊宰给他买了鞋，亲自蹲下为他穿上，并买了裙子给他，让他学会了如何正确穿衣，教他用叉子像人一样吃饭。人鱼在他面前慢慢放松，听话而乖巧。此刻他给他戴上了一条铂金项链，顺便偷走了玉镯。得手后，他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人鱼却在他消失的电梯前傻傻地等着，每次电梯一响，他每次都会起身，以为是他。许俊宰回别墅收拾行李准备出发，他要去埃库莱斯灯塔，在世界尽头待1周。临走时，他看到地上的糖果是那个贪吃的人鱼留下的，他愣住了，心里感到一阵复杂。人鱼还在商场等他，直到商场关门被服务员劝离。下雨了，他只能在商场外蹲着。这时一把伞遮住了雨滴，原来是许俊宰回来了，他为他撑伞挡雨。人鱼开心的微笑，伸手向他。许俊宰牵住他的手，就像400年前的精灵，在圆月下，在一叶小舟的大海上，牵着人鱼的手，大家一同放孔明灯。别人的灯飘向高空，精灵的灯却飘到一旁，最终落在海岸边。精灵走过去查看，发现灯下有美人鱼，俩人的缘分就此开始。老爷听后笑着说，果然跟着县令，一定能抓到美人鱼。美人鱼开始跟金聘玲说话，他告诉精灵，美人鱼能听到人类的心声，如果人爱上美人鱼，也能听见美人鱼的心声。话未说完，有人来了。精灵问美人鱼，我们还能再见吗？美人鱼说，如果海边升起风灯，我就当你想见我。说完便走了。老爷派来的人
一直在暗中监视县令的行动。海边又挂起了风灯，人鱼似乎看到了召唤，他从海底拼命游上来。精灵乘船到来，人鱼游到船边，紧抓船沿。时光又回到现代韩国，许俊宰带着漂泊无依的人鱼，带他回豪宅。学妹车诗雅打电话给许俊宰，许俊宰没接到，他在用笔记本看电影。人鱼抢过去，好奇地玩着，被画面深深吸引，还借助学习人类语言整夜不睡。明洞投资公司老板张真红被许俊宰团伙骗了后，觉得丢尽了脸，发誓一定要抓住那个冒充检察官的家伙。许俊宰收到赵南斗的通知，说张真红已经知到了许俊宰的位置，正派人去追杀他。许俊宰听了急忙逃跑，但已经晚了，追杀的人已经到了。许俊宰拉着人鱼逃跑，强大的人鱼不费力就解决了敌人。许俊宰骑单车载着人鱼离去，那些人也骑车追赶，人鱼只是手一挥，他们就摔倒，后来又被开车追上。许俊宰被带走了，没想到美人鱼骑车紧追他们。许俊宰趁机勒住凶手的脖子，跳下车，骑上美人鱼的车逃进灌木丛中。许俊宰温柔地给他摘掉，头发上沾有灌木叶。他们走进了一座教堂，碰到一个骗子同行，他把许俊宰称作牧师。许俊宰解释，美人鱼是精神异常的妻子。美人鱼第一次主动开口，把许俊宰吓了一跳。同行要许俊宰拿起吉他，弹奏一首哈利路亚颂歌，让大家慷慨解囊。许俊宰和人鱼同住，人鱼说他唱的歌里爱情很美好，许俊宰劝他别去爱，说那很危险。许俊宰以为人鱼失忆，对他催眠，想帮他恢复记忆，但没有效果。两人聊起了父母，许俊宰提到他很想找到妈妈，就算走遍天涯海角。人鱼睡着后，许俊宰把绿玉重新套回他的手腕，他决定带他去世界尽头。他们一起到了赫拉克勒斯灯塔，他口中的世界尽头就在这里。小时候妈妈就是这么告诉他的，还告诉他在这里离别的人会重逢，他和妈妈就是在这里分别的。在这里他第一次告诉美人鱼，他真名叫许俊宰。追杀他们的人又追来了，这次他们被逼到海边。许俊宰放下枪，对着持枪瞄准两人的人说，让他离开，他和这事无关。可他不肯走，坚持说自己是他老婆，然后拉着他的手跳进大海。水中人鱼亲吻了许俊宰。车诗雅在修复打捞物品时，在一个瓷器上发现了一幅画，画中一男人与美人鱼拥吻，所有人都感到惊讶。夜晚灯笼升起，小船驶向海上，人鱼和精灵再次对视。精灵问人鱼叫什么名字，人鱼回答他叫世花。精灵死去的妹妹也叫世花。20年前少年时，他与人鱼结下缘分，他把溺水的他救起，他为他取了名字。后来父母给他定了亲事，他心里虽然不乐意，但由于人鱼未成年不能离开海洋，只好和他分开。等人鱼成年后，鱼尾才能在岸上变成人腿。新婚之夜，精灵就骑马去海边找世花，他跃入大海，果然世花出现了，并亲吻了他。精灵不知道人鱼的吻会抹去他的记忆，所以关于人鱼的事，后来精灵全忘记了。他回到了正常的人类生活。如今听世花一说，精灵才明白死去的夫人为何一直责怪自己新婚之夜逃跑。如今人鱼给许俊宰的吻，就像当年世花给精灵的吻，又让他忘却了关于他的所有记忆。许俊宰在海滩醒来，看到右腕上的绿玉镯，感到疑惑。人鱼在海中依依不舍地目送许俊宰乘坐的飞机远去。许俊宰看着窗外的海洋，只剩一阵怅惘。许俊宰回家后，发现赵南斗和泰武在家。赵南斗提到价值60亿的绿玉，许俊宰只知道手镯，其他都不懂，所以没给赵南斗手镯。赵南斗和泰武在许俊宰家躲了3个月，许俊宰的正常生活被打乱，心里很烦躁不安。明洞老板张真红派人四处寻找赵南斗和泰武，他误以为许俊宰已经亡故，所以许俊宰暂时安全。人鱼穿着一红一绿的拖鞋，在首尔街头出现，困惑着如何寻找许俊宰。见人就问，衣着乱发，像个疯女人。一个小女孩过来帮他，请他吃了一顿饭。后来人鱼赶跑了一群欺负同学的女生，其中之一是明洞主人张真红的女儿。许俊宰3人再次行动，泰武控制电梯，困住了张真红和许俊宰。许俊宰对张真红催眠，让他忘记被骗的事，不再追究。美人鱼游到精灵，找他曾提过的63大厦，见到大厦里的水族馆，
他忍不住肚子饿，变身进去抓鱼吃。车诗雅叫自己雇的阿姨煮海带汤，许俊宰爱吃这个。今天是他的生日，阿姨提到这天也是他儿子的生日，儿子也喜欢喝海带汤。其实她就是许俊宰的妈妈莫有兰，车诗雅的嫂子猜测，车诗雅是送食物给那个不理车诗雅的男人吃，对车诗雅冷嘲热讽。漫不经心的许俊宰喝汤时，感到味道很熟悉，想起了小时候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。当车诗雅约他时，他冷淡地表示自己已经有约。赵南斗对车诗雅讲道，许俊宰和所有女性都保持一定的距离，总是略显疏远。许俊宰来到了水族馆，一如儿时模样，人鱼在水中悠闲游动。游客们发现后，以为是馆里的表演节目，纷纷拍照时，人鱼看见路过的许俊宰，隔着玻璃跟随他。许俊宰回头时看见他，呆呆看了一眼，然后无动于衷地走了。直到看到赵南斗发的照片，里面出现人鱼，这才回忆起一些片段，转身跑回去找市花。人鱼上岸变成人来找俊宰。水族馆的走廊里，两人相遇了。俊宰一步步走向他，他眼含泪水凝望他。金聘陵辖区内发生了奇怪的事，有人偷走衣服和鞋子，却留下了一颗稀有的珍珠。这是被有权势的老爷知道了，他立刻想到这肯定是美人鱼干的。他发誓一定要抓住美人鱼，这样他就能想要多少珍珠就有多少。他知道只要爱上人类，美人鱼就会再次上岸。他派人一直在暗中监视金聘陵的一举一动，精灵和美人鱼的约定他早已心中有数。他让小安出去传谣，大家说人鱼不吉利，他一出现准有台风，把房屋毁掉。果然村民们聚到县衙请愿，要精灵抓住人鱼杀掉，以防灾难降临。精灵不理会，反而去赴约。他和市花上次见面约好一起看出血，赶到时发现市花被围攻，他挥剑助他脱身。现代韩国杀人嫌犯马大英就是古代那老爷的转世，他从拘留所逃脱后藏匿在人群中。车诗雅的嫂子珍珠一直讨好许俊宰继母江瑞熙，许志贤是江瑞熙的儿子，许日中对他视如己出。许俊宰和父亲闹翻后离家，其实许日中心里总是挂念着亲生儿子许俊宰，并一直想让他接管公司。江瑞熙知道后通知马大英找到并杀了俊宰。在水族馆遇见时，许俊宰追问人鱼他是否认识自己，他总是觉得有事发生，却完全没印象。人鱼不愿透露，许俊宰便独自离开，人鱼跟在后面。一辆车经过，人鱼搞丢了俊宰，一个骗子上前套近乎，许俊宰突然出现赶走骗子，原来他一直没走远。他暗暗担心着，汉江的烟花绽放了，人鱼觉得新奇，他一脸茫然，这让许俊宰也觉得有趣。马大英按照江瑞熙的情报来到汉江边，他开车跟踪许俊宰，被俊宰甩掉后，俊宰带人鱼回了家。他拿出了绿玉镯，人鱼承认这个是他送的。据人鱼说，家里宝贝多得很。赵南斗顿时兴奋了起来。俊宰给人鱼取了个新名字叫沈清，因为是俊宰取的名字，人鱼很喜欢。其实沈清这个名字有愚蠢的意思。车诗雅买了蛋糕来给俊宰庆生，一进门就看见了沈清。沈清突然夸张地扑到俊宰身上，场面变得很尴尬。他看出了车诗雅喜欢俊宰，就一直对车诗雅冷眼相对。许俊宰为了弄清楚自己和沈清曾经发生过什么，让沈清先住进他家的阁楼。在商场里，许俊宰突然想起了一些事，并且渐渐想起了更多。他开车回家，想找沈清问清楚，接到了赵南斗的通知，他邻居家发生了命案，是马大英踩点时动的手。洪警官和警局的人出动了。洪警官2年前见过许俊宰，赵南斗让俊宰先避避。俊宰考虑再三，由于对沈清的担忧，最还是决定回家。精灵救了人鱼，回城时看见茶花，灵把花送给了市花，牵着他回了府。老爷收到消息后，策划找机会对付他们，他暗中杀死了个对头，尸体冲到了海滩，大家猜是人鱼造成的。趁县令在海滩处理案件，老爷的小妾红娘领着女巫和百姓冲进衙门，房内的人鱼正盯着一个瓷瓶发呆，瓷瓶上的图案跟车诗雅见过的相同，是个现代男人和人鱼相拥的画。这画是精灵。精灵得到消息后，纵马飞奔赶回县城。现代的韩国，小望韩家，冒充警察的马大英敲开了许俊宰家的门，人鱼沈清开门见到了他，命运似乎开始转动。许俊宰及时赶来，
质疑马大英的身份。真正的警察赶到，马大英急忙逃走，警察们却不去追他，反而只顾询问许俊宰为何开车冲进警戒线，他还挨了罚。回到房间后，许俊宰想问出他和沈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沈清还是不肯说。许俊宰有点急了，说明天再不说就让他走。江瑞熙让马大英发许俊宰地址给他，被智贤听到，智贤悄悄记下地址，并故意弄坏手机。车诗雅来找俊宰，不高兴的沈清故意捉弄他，听车诗雅说让他离开，他竟咬伤了他手指。许俊宰请沈清吃饱饭后，给了他一部手机，让他随时打电话，然后让他走。沈清在看电视，只要初雪到来就道别，他们就能一直在一起。沈清对俊宰提了个请求，希望初雪时能在南山见面。他那时有话要说，其实他并不是要谈俊宰一直想知道的事，而是想在初雪那天告诉他他爱他。他相信初雪那天他的话一定会实现，他渴望两人能终成眷属。沈清终于走了，许俊宰看着手机，他想用手机定位了解沈清的去向，以此了解他的真实想法。后来得知他们即将进入韩国冬季最寒冷的一天，忍不住定位沈清，发现他在江南后赶了过去。赵南斗又盯上了新的目标，那就是珍珠。而且特别的是，他图的是珍珠的一笔私房钱。得手后，珍珠肯定不敢张扬。江瑞熙来到珍珠家，感谢他上次送饭，许日中吃得很香。其实这些饭菜是珍珠的佣人，也就是俊宰的生母莫有兰做的。沈清和一个朋友捡别人丢的衣服穿，沈清想赚点钱就去发传单。俊宰看到沈清在发传单，就雇了些学生去收他的传单，然后把传单拿到俊宰这里换钱。还有一个阿姨送给他一个围巾和吃的，然后找俊宰要报酬。沈清见到俊宰后，告诉他他在这里挣钱，赚的钱都会给他。沈清晚上发传单时看见了马大英，马大英也看到了他。首尔开始下雪了，沈清急忙赶往南山。许俊宰发现他正前往南山，于是也冒雪赶去，但沈清被智贤的车撞到，意识逐渐模糊。金陵的朋友救了人鱼，把他藏在山洞里，自己却被老爷发现，掉下悬崖受了伤。金聘玲回到家后，发现人鱼消失无踪，他手持火把四处寻找，却没有找到。现代韩国的沈清被车撞昏迷，智贤把他送进医院抢救。许俊宰等不到沈清，最后找到事发现场，捡起他掉落的手机。一家医院又一家医院，一个患者又一个患者，许俊宰终于找到了沈清。回想这段时间，他心情复杂。沈清的体温很低，无血压，医护人员紧急抢救，但仪器显示沈清已无生命体征。痛苦的许俊宰握住他的手，这时却听到沈清叫他的名字，他的生命体征恢复了。在医院里，俊宰见到了智贤，得知智贤就是撞沈清的人，他异常愤怒，就是因为和智贤的矛盾才离家出走。那次就是智贤故意制造的冲突，所以俊宰怀疑这次也是他，或是他的母亲江瑞熙。智贤坚决否认。听着许日中打给智贤的电话，关心的话让俊宰很受伤。沈清给俊宰打电话，他要做手术，护士给大家发了吃的，只有沈清没拿到。沈清给俊宰打电话，俊宰马上打给医院，很快沈清就吃上了饭。许日中的司机南部长看到俊宰，让他别跟父亲闹别扭，说许日中在找他，但俊宰没回应。马大英悄悄地观察着沈清，因为替一个去世患者的母亲抱不平，打了医院副院长，被医院欺负后，许俊宰和朋友决定替他出气。赵南斗假扮成医院工作人员，在机场接走了董事长的儿子，许俊宰则冒充院长的儿子。副院长匆匆迎接，许俊宰拿起了他的手机，泰武趁机复制了手机里的数据，接着又拷贝了副院长笔记本和平板里的信息。副院长的医疗事故、贿赂和外遇都被他们掌握，副院长只好屈服，按照许俊宰的要求放过沈清，并向那些患者家属和被他伤害的人道歉。南部长告诉了许日中一些俊宰的消息，这一切被暗中监控丈夫的江瑞熙全听见了，他派了马大英对南部长下手。沈清在医院住得开心，医生让他回去他都不愿意，还问是不是自己待太久了，直到许俊宰把他接回家。为了看初雪，俊宰带沈清离开首尔，四处寻找下雪的地方。最后他们来到一个滑雪场，当俊宰帮沈清穿滑雪鞋时，突然想起了以前为他穿鞋的场景，
为了救下滑倒的沈清，俊仔站在他前面挡住了他，两人抱在一起摔倒，注视沈清的美丽脸庞。俊仔禁不住开口，他想确定一件事，他会不会对他说我爱你。其实这正是沈清打算在出血时对俊仔告白的话。林见好友摔下山崖，立刻带他回家。医生检查后，他发现自己只剩几天了。金陵以谋杀罪逮捕了老叶，他们在他家里发现了一只被绑的人鱼。看到他被折磨的脸庞，他痛心地掉下眼泪。他把他从柴房里抱了出来，一边轻声对昏迷的他倾诉心声。在滑雪场，沈清对许俊仔说我爱你。许俊仔正好也想听到这句话，沈清顺便告诉许俊仔是个好人，告诉他什么是爱。许俊仔没明白沈清说的那好人其实就是他自己，心里不禁乱了。回家后彻夜难眠，试探性地问沈清有没有对那男的说过我爱你。沈清说他说过。许俊仔更加气愤。梦中许俊仔忽然看见了自己的前世金聘玲，还梦到金陵的朋友。为了救人鱼被害，惊醒后许俊仔开始担心南部长对自己特别好的南叔叔，但他已经打不通南叔的电话。此时马大英已经打伤南叔，南叔昏迷失去意识。马大英格式化了南叔手机，伪装成酒驾现场，有那英父母离婚，住在出租屋，被同学欺负，而带头的正是珍珠的女儿。沈清见状教训了那女孩，然后带有那去小店吃东西。珍珠得知女儿受了委屈，带着女儿来找他们算账。面对珍珠的无理指责，沈清毫不退让。许俊仔的团伙早已盯上了珍珠，他成了他们的下个诈骗对象。此刻他们站在珍珠别墅前，正在观察情况。看到珍珠带女儿回家，他们暂时离开了那里。莫有兰远远看到了他们，其中一个像俊仔，他既激动又有点怀疑。俊仔走上诈骗路，全因当年遇上了赵南斗。赵南斗假装帮他找妈妈，骗走了他最后的钱。他挨饿受冻蹲守，终于抓住了赵南斗。赵南斗请他吃饭，并邀他加入。俊仔答应了，他说只骗有钱人，直到找到妈妈，骗到能买房子的钱。现在他早有钱给妈妈买房了，却一直没找到妈妈。赵南斗对沈清骨折后的愈合速度很惊讶，偷偷去问医生，医生都说不可能。他又找车诗雅聊了这事，两人都觉得蹊跷。车诗雅甚至怀疑沈清是不是僵尸，他让赵南斗帮他留意，听说海里打捞起沉船的遗物的主人是金聘玲。赵南斗觉得这个名字很耳熟，像许俊仔戴的手镯跟这个精灵有关。沈清碰到了另一条人鱼，他说他们的珍珠眼泪在人的世界里就是金钱。听说他因恋爱上岸，提醒他单恋时人鱼上岸的时间有限，上岸后心脏渐渐僵硬，让心脏继续跳动的唯一办法就是他所爱的人也爱他。他决定利用男性的嫉妒心来帮帮沈清。他们一起看了场爱情电影，把留下的珍珠泪换成钱，打扮得焕然一新，一同到了许俊仔家。俩人假装恩爱，许俊仔极度的发狂，他一把把沈清拉进家，随手关上了门。许俊仔说等沈清走的时候再把手镯还给他。赵南斗听后难以置信，他觉得许俊仔变化太大。当天他们三人又要一起行动，许俊仔发现手机落在家了，于是回去拿。独自在家的沈清因渴望水分，在家里泳池里现出真身。沈清从门缝中，许俊仔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的同类人鱼刚告诉他，如果人类发现他们的真身，就会不再爱他们。俊仔从门缝看到了沈清的肩膀裸露，他十分惊讶。沈清赶紧让他背过去，俊仔乖乖停住脚步。他提醒家里男人多，让他别这么随便。沈清穿好衣服出来后，埋怨俊仔怎么突然回来。俊仔慌张离家，连手机也忘了拿。俊仔出来跟朋友说，以后进门记得敲门。沈清找他的人鱼朋友，朋友告诉他，人类常常撒谎，连爱都轻易说出口，还教沈清怎么识别人类的小谎，帮他学会判断真假。俊仔让南斗等人去珍珠家探查，然后自己去找了车诗雅，问他100年前那艘沉船的事。他还发现了一只瓷瓶，那个瓷瓶上的图案是个现代打扮的人，在和美人鱼接吻。车诗雅说这个作者像是能预知未来。俊仔蹲下来认真看这个图案，觉得很眼熟。俊仔去找了教授，聊起了自己最近的情况，还说自己在西班牙的记忆好像被抹掉了，还说自己看到那个图案，感觉那里面的人就是他，但自己什么也想不起来。医生对他进行了催眠，他看到了前世的自己，也看到了那个人鱼，而人鱼的脸
和沈清一模一样。他一下子惊醒了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他以为自己在做梦。俊仔回到家，恰好看到沈清出门，还说家里有门禁，让他8点前回来。看到沈清说他不出去了，俊仔高兴地回房了。南斗问沈清现在出去干嘛，沈清说去赚钱，还掏出1袋珍珠。南斗看到后震惊万分，还悄悄藏了颗珍珠。第二天，沈清去找人鱼朋友，他们在路上走着，突然朋友心脏不舒服，说自己心脏出了问题，于是去当了救生员，每天泡水几个小时才缓解。沈清让他回海里，他说回海里跟死差不多，因为他挂念自己的爱人。沈清也一样，当初为了救他擦除了他的记忆，那时就该回到海里，为何还要来到这里？还不是因为放不下他，毕竟人鱼上岸找爱人出于本能。马大英一直在俊仔家附近徘徊，他伪装成清洁工，而蹲守的警察竟然也没察觉。俊仔在泡南叔送的柚子茶时，想起自己被催眠时看到的精灵朋友，他发消息给南叔，马大英用手机替他回了，他们还约了明天见面。沈清下来找俊仔聊天，问他什么时候能爱上自己，问他对未来有打算吗？俊仔看着沈清，说不打算这么做，还说爱是件难事，因为总是令人失望。沈清却说爱一个人很简单，因为爱能战胜所有困难。说俊仔如果不打算喜欢他，要尽早告诉他。俩人都失眠一整夜。珍珠传授车诗雅秘籍，教他如何俘获许俊仔的心，首先得学会讨好他的妈妈。车诗雅觉得挺有道理，打算以后找机会打听许俊仔妈妈的情况。他去找南斗问，南斗不愿多说，直到车诗雅给他看了那个瓷瓶，他才说俊仔的妈妈在俊仔10岁时离开的。他不知道这事，嫂子的佣人正是许俊仔的妈妈。此时因为莫有兰换了牌子的咖啡，他正挨训。许日中打电话给律师，打算今晚立遗嘱，并让律师公证。然而他不知道律师已被江瑞熙收买。俊仔带沈清去图书馆翻史书，发现了精灵的记录。精灵得知他是人鱼后，医生也劝县令让他回海洋。之前怀疑南部长被害与母亲有关，他拿到了南部长的通话记录。沈清的美人鱼朋友死了，救生员同事给他生前爱的人一个盒子，里面是粉红色的珍珠。沈清和唐一起在江边聊天，女人告诉沈清，两人不同是无法一起走下去的，最终彼此伤害。爱情不是全部。他的话让沈清情绪低落，于是拨打了许俊士的电话。此时许俊仔到了，察觉到异常，听到电话中沈清情绪不好，他说马上过去。一转身看到马大英在身后，两人激战一番后，马大英跑了。受伤的许俊仔顾不上自己，赶到汉江边和沈清见面。沈清望着江水，回想着朋友的话，自言自语是否该离开。许俊仔出现在他身后，问他要去哪儿。沈清回头忍不住问他哪里受伤，俊仔却只关心他哪里不舒服。听沈清说他要走，俊仔忍不住表达心声挽留他。精灵注视着苏醒的人鱼，人鱼对他说，我要回大海，我们不该偏离轨迹。聘灵却请求人鱼不要再抹去他的记忆，说完便吻了他。俊仔要求他别走，告诉他俩一起回家，说完就不省人事了。沈清吓得直喊他，还打了急救电话。俊仔昏迷后看见了金聘灵，金聘灵对他说，一切是一个循环，今生的缘分会延续到来世，让俊仔保护好沈清，让他小心别被有心人害了。俊仔醒来看到了沈清，沈清也激动地扑进他怀里。回去的路上，俊仔还让沈清玩抓娃娃，告诉他不要放弃，无论是抓娃娃还是爱的人。回到家后，他看到电视上的逃犯马大英，才明白今天遇到的是谁。沈清提到自己遇见马大英好几次，知道马大英在跟踪他。俊仔他们都有点紧张，想到金聘灵的话，孽缘会一直持续。他把梦告诉了南斗。珍珠想讨好江瑞熙，为了自己的生意，打算通过和江瑞熙交易洗白丈夫的钱。江瑞熙始终没答应，他完全不知情。赵南斗早就盯上那笔钱。马大英又冷又饿，假装送快递上门找江瑞熙要钱。江瑞熙催他赶快处理，免得许日中财产全给许俊仔。正聊着，智贤回来了，马大英赶紧撤离。智贤察觉到有些不对劲，智贤告诉妈妈他见过许俊仔。江瑞熙赶紧嘱咐他别告诉许日中，他的反应也让智贤觉得很奇怪。智贤拿着南叔叔的通话记录，寻找事故的疑点，其中一个电话是许俊仔打的。俊仔接到智贤电话后，
才知道南叔叔出事了。许俊宰急忙赶过去，出门前他发现沈清已经走了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他担心他的安全，赶紧打电话给他，可电话却关机了。通过定位看到他在十字大厦，赶去后发现他正和他的流浪朋友聊天，于是带他离开，一起去看望南叔叔。许日中发现自己视力有问题，医生嘱咐他注意保护，否则恶化的话可能需要眼角膜移植才能恢复。从医院出来后，许日中去探望男司机，在病房外见到了坐在长椅上聊天的智贤和沈清，紧接着看到了走出病房的俊宰，这是他们父子多年后首次见面。往日的伤害在俊宰眼前一幕幕的浮现，他拒绝了父亲让他回家的提议，说不要他的东西，不想再有任何瓜葛。说完保重后，俊宰就离开了。受刺激的许日中视线再次模糊，没来得及留住他。俊宰回家后发烧病倒在床，醒来后发现沈清在照顾他，他对他说自己永远不会离开他。许俊宰眼眶湿润，此时他无比后悔没对父亲说出心里的话。他虽然讨厌父亲，但离家之后还是盼望父亲来找他，因此他一直没换电话号码。他真的非常想念父亲。说着说着，俊宰哭了，沈清楼抱住他，他把头靠在他肩上。等情绪平复后，俊宰不肯承认自己刚才哭了，还叮嘱沈清别告诉我。赵南斗和泰武，沈清答应了。俊宰亲了他，心情大好的俊宰为沈清做了他最爱的意大利面，却不肯向赵南斗承认这是为沈清准备的。赵南斗让他安排好的人在安珍珠的小聚会上放消息，把许俊宰说成是迷恋未婚妻，刚从海外回国的超级富豪。赵南斗让沈清假扮未婚妻，去江南百货豪购名品。珍珠看到他们的架势后，果然被骗了。他请赵南斗帮忙介绍给他们，并自告奋勇说自家饭菜很棒。回家后，珍珠向丈夫炫耀这个机会。车诗雅提醒嫂子，这事儿听着像骗人的。珍珠对小姑子的话毫不相信，说眼见为实才能分辨真假。金陵沉船有了新发现，车诗雅带俊宰去看。俊宰说要先独自查看。一进放满金陵物品的仓库，灯全都瞬间熄灭了。许俊宰点亮打火机，发现画像中的金陵果真和自己一模一样，像梦里见过的人。看着金陵的画像，俊宰有些相信了，自己的前世就是金聘玲，梦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。车雅玲见到画像后十分震惊，毕竟与俊宰太像了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俊宰让车雅玲保密，他们去过金陵遗址的事。马大英被雷声惊醒，他老是做同一个梦。俊宰回到家后还在琢磨这件事，他问沈清上次车祸后有没有做梦，梦没梦到他救了他。沈清没说话。晚上睡觉时，他又梦见了沈清。下楼时碰到南斗，南斗对俊宰说沈清很反常，就像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一样。他还偷偷去找医生查看沈清住院时拍的片子，正常人要6周才能愈合的伤口，他1周就恢复了。说着，南斗拿出了一颗珍珠，并说沈清还有很多，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。他没有工作，不知道珍珠是从哪里来的。南斗想了解沈清的秘密，俊宰也一样好奇，他想抢先知道。警方调取了马大英的档案，发现他有多次犯罪前科。1988到89年间，他一直在犯盗窃罪。那时他应该有个女人。许日中的眼疾越来越严重，甚至连吃饭都看不见。江瑞熙让他好好休息。有娜在学校被同学排挤，无处可去的她被沈清带回了家。几人在沙发上聊着天，有娜听见了沈清的心声，童言无忌地问他为什么和大家不一样，为什么怕许俊宰叔叔离开。沈清觉得很尴尬，赶紧把有娜带到自己房间，跟他约定不再说他的心事。南叔叔醒来了，睁开眼睛，许俊宰很高兴。南叔叔看到他，虽然不能说话，眼里流下泪水。南叔叔的妻子对俊宰说，南叔叔一定有话想对俊宰说。许俊宰教沈清怎样喝酒，沈清喝多了差点露了真相，但他很快就清醒过来。许俊宰最后却醉得不省人事，一把抱住沈清，告诉他就算是不一样，他也不会离开他。沈清非常开心，觉得酒挺不错，但赵南斗提醒他，俊宰酒后别太当真。沈清听了挺失落的。赵南斗又出动了，他假装在宠物医院偶遇珍珠，珍珠请他介绍富商，他想要入股投资，听到富商答应来家宴，他高兴得忙个不停。车诗雅也赶回家，许俊宰他们盛装抵达，
珍珠亲自下厨端菜，把菜一个个端上桌子。熟悉的饭香让俊仔想起母亲。门外车里的泰武看到车诗雅竟然要进这家，急忙装成单相思的样子，拦下他表白心意。这才知道这是他嫂子家。他把哑铃拉去了咖啡店，然后偷偷通知俊仔他们离开。回到家后，大家一阵唏嘘，听到大家差点露馅的说法，沈清意识到自己刚才做的事确实不太好。沈清和俊仔一直对视着，俊仔坦白自己是个骗子，沈清也心声告白自己是美人鱼。这个事实让许俊仔想起了金聘玲的话，一切都是循环，一切都在继续，他要保护她。许俊仔上楼找沈清，发现她不见了，他焦急地四处找，一路回想着他们的点滴过往。